最近呢，这个包菜比较便宜了。今天我就拿这个包菜教大家做6种包菜的做法。先做第一个啊，包菜炒粉条。第一步呢，我们先把这个包菜取下来，一定要洗一下。像小时候我们自己家种的包菜，你会发现非常多的那个虫眼啊，熬得坑坑巴巴的，那种是没打药的。但现在很多的包菜都是打了药的，我们一定要洗一下。我们一定要先洗干净，把水沥干，我们再来切它，切成碎，再拿去洗的话，这个包菜就会吸收大量水分，到时候你炒出来菜就非常多的水。把水给它甩干之后，我们开始切丝。包菜炒粉丝呢，我们加3个鸡蛋啊，鸡蛋呢我们给少许的盐，一点的水淀粉。水淀粉的目的是我下去的时候可以让那个鸡蛋更蓬松一些，但是你不能加的太多啊。特别是铁锅一定要热锅凉油这样去处理，这样的话你炒菜啊，不管是炒肉丝啊，或者炒蛋，它都不粘。这个时候你看它不叫热，就是它只有70、80度，这个不叫热。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好像我的锅也是热的，为什么按这个方法处理过还是粘呢？就你的温度一定要烧到大概是150度左右，它才会热透。好，热透之后我们把这个油倒出来，这个油是可以待会儿炒菜的，可以在个缸把它装起来。我们再倒入凉油，开始下入鸡蛋。鸡蛋我们要煎到这种两面这种金黄色的鸡蛋才会出香，而且并且它没有什么腥味。如果它只是说生的话，它是会有腥味的哈。翻弄一下，给它捣碎一下哈。好，这个时候就不要洗锅，我们在锅里给少许的油、姜片、蒜片，还有一个小米辣，我们直接给它下锅，先给它爆香一下。胡萝卜丝儿、包菜丝，刚刚我们炒好的鸡蛋一起下锅啊。炒一儿之后呢，现在开始调味了，少许的盐，少许的白糖，好，来点生抽、老抽，上点颜色哈，给点蚝油，泡好的粉丝啊，一定要把粉丝的水沥干。我这里教大家一个方法，如果你不会颠锅的话，你可以用个铲子加个筷子来炒，将你的火啊，现在有多大就开多大啊。好，给点油，这粉丝呢要炒的稍微干爽一点，我们多炒一会儿就把这个水分给它炒干，这样的话它比较干香一些。芝麻香油不要太多，有点意思一下就好了，给它炒断啊，就可以出锅了啊。第二道来给大家做个包菜炒肉丝，非常简单。我先把这肉丝给腌制一下，稍微给肉丝先给点底味，给少许的盐，一点的白胡椒粉，白胡椒粉是去腥的，再来点花雕。好，我们给点少许的老抽，给这个肉来上点颜色，再来点生抽，生抽它可以提鲜的。抓一下，抓住这种胶质，抓住粘性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加入点姜葱水，加点姜葱水呢，可以让这个肉丝更加的嫩，就像我们平时敷面膜一样哈，给你的脸上补上水，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再来点姜葱水，土豆淀粉，给它抓均匀。这个淀粉呢，就像我们穿衣服一样，这最后一层衣服，我们先最后一层才加哈，不要一开始就去加这个淀粉。给少许的油，给它封面一下。好，这个肉丝就腌好，下面进入炒制的环节。今天呢，我用的方式是一锅成菜，直接一次性把它炒出来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下入肉丝，快速去给它炒散啊，姜蒜米，还有这个少许的郫县豆瓣酱，给一点点。老抽给这个肉丝上点颜色啊。好，把这个肉丝的颜色上去之后，我们下入这个甜椒丝、青椒丝，放入这个包菜丝，少许的生抽，一点点的盐和这个白糖，沿着锅边喷出少许的水，不然的话你的菜炒得比较的干燥。好，出锅前我们淋少许的油。好，可以出锅了。下面这道给大家做一个炝炒糖醋莲白。为什么叫莲白呢？莲白就是包菜，就像我可以叫你们兄弟姐妹一样，也可以叫你们偶像。我们先来调个糖醋汁儿，1勺的盐，3小勺的糖。正常的这个糖和这个醋都是1比1，醋的话我们大概按照把这个糖淹没住，基本上就是1比1的比例了。给少许的生抽。这个2大勺生抽，还有点香油，给少许的水淀粉，好，再来2勺的清水，好，这个糖醋汁儿就调好了。但是素菜不会粘锅，这个没必要治锅啊。姜片、蒜片还有葱段、干辣椒和这个干花椒给它爆香，爆香之后来下入这个莲白。好，我们让莲白炒腌之后呢，我们把这个碗芡调好的碗汁儿。
好，可以出锅了。前面3道呢全是热菜，我们现在改个凉菜，做一个凉拌包菜丝。在碗里放点少许的蒜蓉、干葱末，这个干辣椒丝。这个碗呢是可以高温的，如果你家里没有呢，可以用过不锈钢的碗也行哈。我们来点热油，给它焦香一下啊。这个油呢烧到5成热。一个小半勺的生抽，一点陈醋，少许的盐和这个白糖，再来点蚝油，芝麻香油来1小勺，这个料就拌好了。接下来我们把这提前切好的包菜丝给少许的盐，给它撒水，揉转一下，我们腌个10分钟。好，稍微把它多的水分给它抓出来之后呢，我们给它挤一下啊。挤干水分的包菜我们放到另一个盆中。拌好的这个料啊，直接加入这里面来，给它来点这个葱段，直接用手去揉它。包菜呢也可以做丸子，大家知道吗？接下来给大家做一个包菜素丸子。我们第一步呢，把这个包菜和萝卜丝呢加在一起，放点盐，把这个水给它撒一下啊。这个萝卜丝呢，你别看它切的是丝，因为待会儿我们盐一弄它就软掉了。如果你切成颗粒的话，就不好操作。揉一下，撒水，我们等个10来分钟，它的水就可以被撒出来。好，我们让它先腌个10分钟。这个多的水呢，一定要用手给它挤一下。挤了水之后呢，大部分的盐它已经被稀释掉了。我们给少许的盐，给点白糖，现磨的白胡椒粉，蚝油。好，再给点13香，给点生抽。好，现在我们打入2个鸡蛋，给2勺这个生粉，就是土豆淀粉，接着再加入我们的低筋面粉。好，一起去揉它，揉到一种像和面的一种粘稠的状态。不够了，我们再加点面粉。好，我们怎么来判断面粉加多少呢？其实，在揉的过程中，如果你发现这个面它比较稀的话，我们再加点面粉进去。我给大家看一下最终的成品是什么样子的啊，就像这样，我们在手里只要它能挤出这个圆子的形态啊，你看，这个时候我们直接手里给它搓成个圆球就好。找个奶锅，稍微放点油，我们开始来炸这个蔬菜丸子。好，锅里的温度大概我们烧到个3成左右，就把这个搓好的圆球直接放到锅中。好，这个颜色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夹出来，先炸到它颜色会比较深一些，一定要注意一下。我们先捞出来。我就知道你们会说，可能油炸我在家做不了。现在我替你们想到，直接用煎的方式给大家演示一下，直接给它搓成个饼状啊，像这样啊，我放到锅中，先开小火慢慢去煎它。这个有2种方式，一个是炸，一个是煎，都可以，根据你个人的一个具体情况来取舍啊。按压一下，好，我们让下面定型之后，我们给它翻面一下啊，一定要定型之后我们再来翻面啊。这个面呢，我们尽量是翻个2次，这样的话可以让它煎得更酥脆一些。好，我们煎到这2面金黄之后呢，我们将它夹出来。好，我们拿出来给它稍微沥一下油。这个丸子呢，其实它吃法有很多，你可以像这种刚炸出来，像我这样直接吃，它是素菜的啊，非常巴适。甚至你可以把它冻起来，以后炖个什么汤啊，烫个什么火锅啊，甚至早餐啊。什么虾皮一葱加点紫菜都可以。最后一道给大家做个手撕包菜，包菜一定要用手撕的方式，手撕呢它会炒出来更好吃。同时呢，你要提前给它洗干净，放在那沥水啊，你别撕了之后再出来洗的话就不行啊，太多的这个水会在菜里面。像这个梗呢，我们把它撕出来，这个不要丢掉，可以拿来做泡菜，这边都可以用，因为它太硬了。那我们在炒之前要烧点油，把这个包菜稍微给它过油，过油的话可以减少它在锅里烹饪时间，同时可以保持这个包菜的脆嫩。如果家里面如果你没有油呢，其实你就可以直接炒哈。好，这个油烧到3成热之后，我们快速下入这个包菜啊，倒出来。好，滑了油之后呢，我们不要洗锅哈，锅里再给少许的油，先下入这个五花肉。如果你有油渣呢，就用油渣；没有油渣就用五花肉啊。好，这个肉呢，我们炒到吐油之后呢，接着准备点花雕，沿着锅边哈。给它喷进去，可以去腥，看到没有？这样才能去腥哈。
接下来给点的老抽，给这个肉上点颜色啊。上颜色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下入这个料头，拍破的蒜、姜片，还有葱段啊，还有小米辣。看均匀的把这个肉上上颜色之后，它就非常好看了哈。提前滑过油的这个包菜啊，下锅去翻炒它。好，现在做个简单的调味啊，少许的生抽，1小勺的盐，1小勺的糖，大火去翻炒它，好就可以出锅了。好，老规矩，最后菜呢，我给大家赏一下味道。这个要趁热吃。大家肯定迫切想知道这个菜到底什么味道，其实它整体就是个咸鲜香辣味。给你形容吧，只要你现在给我2碗米饭，我都能把它炫得完。可能我和你们的距离就是在于这个滑油，大家一说到滑油了，就觉得我在家里面肯定做不了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你在家里面炒包菜的时候，如果你没滑油，它是非常蓬松的，你下锅一炒的话，它的翻都翻不过来，而且时间一长呢，很容易出水。通过滑油呢，它可以减少这个烹饪时间，可以保持这个蔬菜的脆度啊。这些就给大家分享了6种包菜的做法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喜欢。我是阿伟，请关注我雕的偶像。